今天是2月23号，俄乌战争爆发3周年的日子，时间过得飞快啊！遥想3年前，俄罗斯悍然发动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他们当时信誓旦旦说要1周左右的时间消灭乌克兰，空降部队直接降到了基辅旁边坦克开始穿插然后他们的大卡车里运送的都是一车一车的前苏联的护照。当时俄罗斯的打算是进入到乌克兰之后，就用这些前苏联的护照给这个乌克兰的老百姓去换，换完之后呢，你就是以前苏联的公民再加入到俄罗斯。可是没想到他们遇到了泽伦斯基，遇到了乌克兰军民的浴血抵抗，这场战争一打就是3年现在这场战争呢还处于焦灼状态就在今天联合国计划通过一个决议，针对俄乌战争的支持乌克兰，谴责俄罗斯。但是川普早在几天前就放出风来了，他们不签署，为什么呢？那川普前几天不是跟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了，保电话粥保了1个半小时吗？他当时说普京是个了不起的人不能谴责普京，不能谴责俄罗斯。他还说了，人家俄罗斯现在在乌克兰占有的这些土地是俄罗斯将士浴血奋战搞来的。言下之意，这有正当性所以你可以看到了吗？川普现在对俄罗斯的态度那是非常的暧昧那也就在同一天，泽伦斯基呢在乌克兰召开了一个大型的记者会。这场记者会呢，围绕着俄乌战争的形势、美国版提出来的关于俄乌战争结束的方案等等问题呢，回答了记者的提问。这场记者会我觉得还挺值得关注的首先他披露了一个消息，他说了一段话。他说什么呢？他说，假如乌克兰可以加入北约的话，他现在可以立刻辞职。因为前几天，普京不是要求他辞职吗？特朗普也要求他重新选举吗？他是针对这个回应的但他说有个条件，他就说乌克兰加入北约。他说，他现在关注的不是乌克兰未来20年的安全，而是现在的安全。国际社会在报道这个新闻的时候都说泽伦斯基开出了一个国际社会不可能答应的条件。为什么呢？因为川普几天前就说了，他反对乌克兰加入北约。而俄罗斯的立场就更明确了他们一直把俄乌战争爆发的原因归结为北约东扩，归结为乌克兰想加入北约，导致俄罗斯的安全受到了威胁。所以俄罗斯提出的所有的和平方案里头都有一条，就是要求乌克兰不得加入北约。然后还要求乌克兰要中立化，限制他军队的数量。而北约这几年呢，对乌克兰加入北约的进程呢，也不是特别积极，因为北约的条款里规定，你这个要想加入北约的话，你不能处于战争状态，不能有边境领土的纠纷。乌克兰不符合条件嘛？那泽伦斯基为什么要开出一个国际社会不可能答应的条件呢？有人说他练他，他不想辞职。在我读解泽伦斯基这段话里头充满着无限的悲凉。这场战争打了3年了，现在川普提出来了一个方案，但这个方案等同于差不多要让乌克兰投降。对于乌克兰来说，不是说不能割地，不是说不能赔款，但是它有一个最基本的前提条件，就是乌克兰必须获得绝对的安全保障。过去的10几年，乌克兰跟莫斯科之间发生了多少次事情克里米亚直接拿走，后来签署明斯克协议，哪一次这个所谓的俄罗斯认真履行了这些协议没有签署完之后撕毁，背信弃义，再入侵乌克兰。对于乌克兰来说，乌克兰能怎么办呢？没用对吧？他拿俄罗斯一点办法没有所以对于乌克兰来说，要想获得终极的安全保障，只有一个途径，就是加入北约，其他所有的保障都等于0。但问题是，他又加入不了北约，这就是今天乌克兰面对的国际形势。而作为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他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不愿意接受又必须接受的现实。他在这个记者会里还讲到了，他说特朗普说这几年一共给乌克兰援助了3500亿美元，没这事儿。他统计了一下，从美国获得的援助，武器呢大概是617亿美金预算支持大概是370亿
两项加起来呢，大概就是1000亿美元。这个数字跟德国的基尔这个基金会公布的数据差不多。那个基金会公布的数据呢，大概是美国给乌克兰的援助是1100亿美金。所以特朗普的3500亿美金，肯定这个数据是错的啊。当然了，泽伦斯基不敢直接批判美国，他只能无限悲凉地说了这么一段话。他说，乌克兰现在每借1块钱就必须还2块钱，这是100%的高利贷。Його проговорює. Тобто на кожний долар допомоги Сполучених Штатів Україна повинна повернути 2. Це написано там, так? Це, простою мовою, це 100% кредит. 他必须靠借高利贷跟俄罗斯打仗，也是充满了无限的悲凉啊！你想想，面对一个强大的俄罗斯对这个小国的这种弱肉强食，国际社会给他的支持还需要付高利贷。过去1周啊，围绕着乌克兰的形势啊，可谓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啊！大家都知道啊，2月12号的时候啊，川普呢给普京打电话，2个人保电话粥保了1个半小时。当时呢，泽伦斯基都不知道。2月13号的时候，想起了泽伦斯基啊，紧随其后，美国就提出来了一个美国版的乌克兰战争结束的方案，找到泽伦斯基，要求泽伦斯基啊，把他们的矿藏资源、天然气、石油、港口50%的权益给美国，美国要拿回去5000亿。同时呢，那电讯报又披露了一个美国版的结束战争的方案，双方先停战，停战完了之后呢，这些土地啊，基本上就划给俄罗斯了。有人说是托管，有人说就直接给俄罗斯了。然后呢，由泽伦斯基这边呢，赶紧组织大选，把泽伦斯基选下去。然后乌克兰跟俄罗斯签署一个和平协议。这个和平协议呢，之后，国际社会可以派维和部队，但是维和部队呢，美国又不去，欧洲国家去，但是不能以北约的名义。大概其就是这么一个方案啊。这个方案公布之后，2月18号，美国的这个国务卿卢比奥就跟俄罗斯的外长在沙特就开始召开了这么一个谈判。这个谈判过程中首先双方说要恢复自己的关系正常化。据说俄罗斯的谈判代表在谈判的过程中就提出来了，不能接受北约的部队进入到乌克兰，态度还是非常强硬的啊。那么现在乌克兰呢，能够选择的方案呢，实际上不多。为什么呢？因为这场谈判根本就没有邀请泽伦斯基。所以泽伦斯基当时就说了，这是一个分赃的会议。他说没有乌克兰参加的这么一个和谈是不现实的。还再次重申了，他说不愿意出卖自己的领土。所以整个现在这个一个过程陷入到一个僵局过程中。那么我们就很好奇了就围绕着过去1个多星期美国提出来的一个俄乌战争解决的方案，这个方案应该说是震惊了国际社会，震惊了欧洲，也震惊了乌克兰。那么美国为什么要提出这样的一个方案？或者说更具体一点，特朗普为什么要提出这样的一个方案？在我看来有2点。第一点呢，就是美国的整个国际的战略发生了变化，他由过去想做世界领袖，变成了一个重回走回孤立主义，想要过回自己的好日子。欧洲的事情呢不管了，乌克兰的事情他不管了，你们之间赶紧结束战争，我不再援助了。另外一个方面，特朗普这个人呢，好像跟泽伦斯基之间也有一些个人恩怨。我们不知道这个个人恩怨有没有影响到就是他对俄乌战争结束方案中间的这个排布但至少我今天想要把他跟泽伦斯基的这个个人恩怨的过程给大家讲一讲你看最近一段时间这特朗普发表了很多针对泽伦斯基不太友好的言论，他自己也在他的那个真相传媒里头2月20号的写了一篇很长的针对泽伦斯基的帖子。他说泽伦斯基一个勉强算成功的喜剧演员。你看这话说的，泽伦斯基竟然说服美国花费3500亿美元投入一场不可能赢、根本不需要发生的战争，都是假的3500亿美金没这回事儿。原本不需要开始的战争，言下之意，他是说这场战争是乌克兰发起的，这个意思他在别的地方也表达过他认为不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是因为乌克兰发动了这场战争。然而这场战争如果没有美国和特朗普，他根本没有办法解决。
美国已经花费了比欧洲多$2000亿，这也是胡说呢啊，一共就花了$1000亿啊。而欧洲的资金是有保障的，美国却得不到任何回报。为什么昏昏欲睡的拜登不要求平衡呢？这场战争对欧洲远比我们重要的多，我们之间可是隔着一条宽广美丽的海洋啊！什么意思？就是这事跟我们没多大关系，还让我们承担这么大的责任。除此之外，这泽伦斯基承认我们送给他一半资金下落不明，就说都被他们贪污了。他拒绝举行选举，在乌克兰的民调支持率极低。前几天他说了啊，泽伦斯基的支持率只有4%，而他唯一擅长的事情就是把拜登玩弄于掌股之间，一个没有选举的独裁者。他说泽伦斯基是个独裁者，泽伦斯基最好赶紧行动，否则连他的国家都保不住了。这段话说的非常过分啊！你想想，作为美国总统，对于另外一个国家的总统啊说这种话，泽伦斯基这次也说了，他说乌克兰的宪法不允许战时进行选举，乌克兰的选举原本应该是2024年进行啊，但是由于打仗呢没法选嘛，只要签署了和平协议，立刻可以进行选举。所以他说泽伦斯基是独裁者肯定是不对的，因为泽伦斯基当时是被选举上来的嘛。所以这段话出来之后，2月21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就说了，他说谁是独裁者啊？独裁者不是普京吗？普京通过收拾他自己的政治对手获得了权力，而泽伦斯基呢？泽伦斯基是靠选举产生的。你可以看看特朗普对泽伦斯基啊，他表达了怎样的一种敌意。但他为什么有这种敌意呢？话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啊，跟泽伦斯基的恩怨纠葛啊，还得说回到2014年。2014年，美国副总统拜登啊，他有个儿子，不争气的儿子叫亨特。这亨特呢，就在那个乌克兰有一家公司里头去当这个董事。他这个董事只有一个工作，就是赢得美国政府啊对这家公司的援助。说到底啊，这实际上是有点利益输送啊。当时美国副总统拜登到乌克兰访问的时候说，我们美国啊现在对你们乌克兰啊有$10亿的援助，但是你们得把这个最高检察长这个肖金呢得给炒了。为什么呢？因为这肖金想要调查这个公司，想要调查亨特跟美国政府之间的勾结啊。当时啊，那泽伦斯基也说我们调查，我们好，后来真的就把这个肖金给炒了啊。那么到2019年的时候啊，大家都知道这个亨特不就辞职了吗？因为这个拜登当选美国总统了，再当下去就实在有点不像话了啊。但是在2019年，特朗普跟拜登在竞选总统的时候，特朗普跟泽伦斯基也打过一个电话，就亨特的事儿。他说亨特啊跟拜登之间肯定有腐败，你好好调查一下。你调查完之后，你把他们黑掉，你告诉我，我可以攻击拜登吗？对不对？大家推荐了，他说我的律师朱利安尼水平很高，你可以跟他合作。这泽伦斯基呢，当时接到特朗普的电话，那特朗普当时是美国总统啊，也不能直接反对呀，他就说好，我们来调查啊。但是他的调查实际上是很有些敷衍啊。调查的期限公布了，是2010年到2012年这家公司的事儿。但你想想，亨特是2014年入职这家公司的，你调查的时间范围是2010年到2012年，那肯定就跟亨特没关系，对不对？那这不是在给特朗普上眼药吗？特朗普就不爽。结果这个时候，美国出了一个爆料人，吹哨人，他不知道怎么搞到了这特朗普啊跟泽伦斯基的电话通讯记录，就把这个电话通讯记录给曝光了。这一曝光可不得了，原本亨特这件事啊是拜登的丑闻，因为拜登的儿子，你想想在那个地方当董事，在美国政府这个地方赢得援助。但是呢，特朗普这个电话更恶劣，因美国总统为了自己的选举，你直接指令另外一个国家总统去整这个你竞选对手的黑料，所以他这个电话记录一公布之后呢，舆论排山倒海的指责特朗普。后来众议院不弹劾特朗普吗？当然弹劾特朗普还有其他的事儿啊，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后来众议院不是通过了吗？参议院没通过吗？虽然没通过，但这事儿特朗普搞得特别没面子，迁怒泽伦斯基。泽伦斯基，你小子坏他的事儿，对吧？但其实啊，泽伦斯基在那个事情上，我认为做的还算是比较体面啊。那当时特朗普给他打电话，
那个电话被曝光之后，他说了，他说我们乌克兰是个主权独立国家，我们不会听信其他国家对我们的指手画脚。言下之意，就特朗普这段话，当时虽然给我打电话说了，我没执行，这话算的也算是有理有利有节嘛啊。但是应该说，就那件事情，他是把特朗普给得罪了。第二件事情就是2024年的特朗普又跟民主党竞选总统啊，先是拜登，后来改成了贺锦丽。就在这个选情焦灼的时候呢，这泽伦斯基访问美国，他访问美国一个州叫宾夕法尼亚。这宾夕法尼亚是去年大选过程中间著名的摇摆州，同时呢，它还是拜登的老家。结果这泽伦斯基啊，就在民主党议员的陪同之下，坐着美国政府安排的专机，到了宾夕法尼亚访问兵工厂。这个共和党很多人就不干了，就认为泽伦斯基这是明显的站台拜登，站台民主党啊。当时还有人要求撤换美国驻乌克兰的大使等等吧啊。那么这个时候泽伦斯基又犯了一个错误，他呢接受美国有一个左翼的杂志叫《纽约客》的采访，在这个采访过程中，他直呼特朗普，没有管特朗普叫特朗普总统。If Donald Trump doesn't know whom he will support， 那个时候特朗普不是总统是竞选总统但是美国有一个传统，就是你只要当过总统的话，你这辈子别人都管你尊称为总统。你就比如说卡特当了4年总统，但他卸任之后，只要参加公众活动，大家还是把他称呼为卡特总统，尊称嘛。其实中国也有你比如说我当时看顾维钧的回忆录，这顾维钧他们家的保姆一辈子管顾维钧叫总理，其实顾维钧就当过那么几天国民政府的总理，北洋政府时期然后就下去了但是他家的仆人一辈子管他叫总理，尊称嘛，是吧？所以这也可以理解。但是泽伦斯基当时接受《纽约客》杂志采访的时候，就直呼罗纳德·特朗普，没有管他叫总统，这就不礼貌了。更何况特朗普当时正在竞选总统，你管他叫特朗普，不叫总统，不就是暗示特朗普选不上总统吗？这是第一。第二，特朗普当时在竞选的时候说，他要是当选总统了，他可以很快结束这场战争。但是泽伦斯基在那个接受采访过程中间就说，他说特朗普没有这个能力，他并不了解俄乌战争的复杂形势。这话就说的已经很露骨了我猜当时泽伦斯基是押宝押在民主党，先是押宝拜登，后来押宝贺锦丽，他认为特朗普无法赢得这场大选。可是呢，没想到站错队了，结果川普以230万普选票的优势赢得了美国总统大选。这时候泽伦斯基一看不太对连忙第一时间第一个给特朗普打电话表示祝贺。Сьогодні дійсно особливий день, і в усьому світі одна новина привертає всю увагу. Абсолютно переконливий результат виборів в Америці. Чітке лідерство президента Трампа. Я вітаю із цією перемогою. 但是这个时候亡羊补牢已经晚了。你想想特朗普能喜欢他吗？话说当时他那次访问美国的时候他也见了特朗普，跟特朗普不是在那山庄里头，两个人说了什么咱不知道但出来的时候，两个人接受记者采访，说的话都非常敷衍，都是一些空话套话。我猜这两个人互相之间就不对付，特朗普就瞧不上泽伦斯基，泽伦斯基呢对特朗普也没好感，所以这两个人呢就属于天生不对眼儿。而这种天生不对眼儿呢，最终在特朗普上台之后呢，应该是特朗普，你看这一系列的事情对特朗普的不待见已经我觉得洞若观火了你想想，先给普京打电话都不通知泽伦斯基，后来跟泽伦斯基打电话也没什么好语气，自己在社交网站上说他是一个没有经过选举的独裁者，说是一个还算成功的喜剧演员。你想特朗普当年自己也讲脱口秀，他没说他自己是一个成功的脱口秀演员，他现在说泽伦斯基是一个这个脱口秀演员，支持率只有4%，显然就是侮辱泽伦斯基。泽伦斯基现在的支持率怎么可能是4%呢？泽伦斯基的支持率我跟大家讲，俄乌战争发生之后一度曾经到90%，
因为泽伦斯基在战争发生的第1周的时间，确实表现得可圈可点，自己拿着手机直播，坚决不撤离基辅。如果没有泽伦斯基的话，我认为俄乌战争的结局绝对是另外一番景象。所以他当时有了非常高的民意支持的基础。3年过去了，很多乌克兰人对他的支持是下降了，但是你说下降到4%，那这是瞎扯。我看到一些民调数据啊，泽伦斯基现在的支持率大概是52%左右。还说人泽伦斯基不愿意选举。泽伦斯基这次记者招待会上也讲了，他说乌克兰的宪法不允许在战时举行选举，只要战争停止，签署和平协议，立刻进行选举。所以你看到了，这特朗普对泽伦斯基就没好话。那这个没好话，在我看来啊，跟他之间过去发生的这恩怨纠葛有关系。特朗普从来不掩饰自己的对其他人的好恶，但作为一个大国的总统啊，直接就把自己的个人好恶放到自己的外交政策上来，在我看来，有些草率，也有些率性。这其实啊，既是美国今天啊我们不愿意看到的景象，也不是我们愿意看到的俄乌战争结束的景象。话说这1个多星期以来，美国提出的俄乌战争的结束方案，大家都看到了，震惊了整个欧洲，震惊了乌克兰，也震惊了整个国际社会。那慕尼黑安全会议结束的时候，欧洲的那个执行会议的主席当场眼泪都掉下来了。This order is easy to disrupt, it's easy to destroy, but it's much harder to rebuild. So let us stick to these values, let us not reinvent them, but focus on strengthening their consistent application. Let me conclude, and this becomes difficult. 说美国的价值观跟欧洲不太一样啊，是吧？突然发现美国不想管欧洲的事情了，也不想管乌克兰的事情了。我认为啊，客观来讲，欧洲这些国家这些年啊承平日久啊，承担的军费啊也比较低啊，这个承蒙美国承担的安全义务比较高啊，这都是客观现实。也就是说，欧洲加强自己的军费开支，在防务上承担更多的安全责任，在我看来也有道理。但是特朗普用这种方式跟俄罗斯谈判的时候啊，俄罗斯还没有妥协的时候，自己直接把谈判的底牌全亮出来了。这种方式不太负责。你想想，谈判是什么？谈判就是你得先叫高价，对不对？然后呢，双方来谈妥协嘛，妥协最后达成一个和平协议。但是现在俄罗斯还没动手呢，特朗普就已经把自己的底牌全说了：乌克兰不加入北约，你俄罗斯不需要退出现在自己的领土，这将来的维和部队，美国还不参加，还不能在乌克兰驻军，这不都是俄罗斯梦寐以求的条件吗？你就算是让俄罗斯最终能够得到这些，你美国你也得在谈判过程中为乌克兰争取他应该获得的权益呀。你现在这些都没发生，你就把这底牌交给了俄罗斯，这谈判还怎么谈呢？几乎没法谈了。所以我个人觉得，美国版的俄乌方案就是出卖了乌克兰的利益，出卖了整个自由世界。美国啊，在全球范围内啊，他想搞全球守势，搞孤立主义，我觉得也是他自己的选择，他也自己有这个自由。但是这种方式结束俄乌战争不太负责。当然了，有些媒体分析啊，说美国为什么急于结束俄乌战争，是因为他要把战略重心转移到亚太，全力围堵中国。当时在竞选的时候，万斯不也讲这个意思吗？尽快结束俄乌战争，才能有精力对付中国。很多人现在看到特朗普的这种做法，也是用这样的一个结论来安慰自己，但在我看来，这可能也是一厢情愿。为什么这么讲？大家可以看到了，特朗普最近也讲到了，美国在那个非致命的那些军事项目里头每年削减8%，连续5年。那5年之后累计削减40%，干什么呢？要把这些钱用到更重要的项目上去。但是更重要的项目是什么呢？他没讲啊。
美国目前的军费啊是每年8500亿美元，而中国呢一直认为啊这个军费的开支不太透明啊，好像是每年占到 GDP 的1.6%，但是有很多军费啊它都藏在了军费外面啊。据国际估算呢，中国目前的军费每年大概是7100亿美金。你想想，7100亿跟美国的8500亿啊，大致已经是同一个数量级了啊。你美国你在裁军，中国会裁吗？特朗普前2天说他要找普京、找习近平3个人3巨头要聚面，要谈判，说啊双方不是双方是3方把军费都降到现有规模的1/2，把钱花到其他地方。我认为这个想法太天真了。你觉得习近平会同意吗？习近平现在在拼命的在建设核武库，过去的核弹头有200枚，现在据说已经到了600枚，到2030年的时候要达到1000枚，2035年的时候达到1500枚。那现在你且不说它这个5代机的数量，这个航母在拼命的造，哪有一点要降低自己军费的意思？对于中国来讲，他就是认为自己现在已经强大了，他要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和空军。这个海军和空军有2个使命：第一个，完成国家统一；第二，冲出第一岛链，进入太平洋，成为蓝色海军。中国要在全球范围内要发挥自己的影响力，他怎么可能降低自己的军费开支呢？而这种情况下，美军你要是如果降低自己的军费开支，你怎么能保证你在亚太地区是全力围堵中国呢？这第一点。第二点，我想说的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在国际法上它的正当性其实比中国假如要打台湾的话，正当性跟这个中国相比还要不足。为什么呢？你想想，乌克兰是一个主权完全独立的国家，而且跟俄罗斯之间中间有那么多的条约，俄罗斯也承诺给乌克兰的安全保障，而承认乌克兰作为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承认乌克兰既有的边界。但是呢，背信弃义，入侵乌克兰，这是一个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悍然对一个主权国家进行入侵，直接想获得它的领土啊！可是呢，美国呢制止了吗？没有制止。是给乌克兰的一些军事援助啊，给了一些钱，但是没有制止啊。那么这么恶劣的事情没有制止，那假如说大陆有一天要想打台湾，武力统一台湾，你认为美国会直接出兵干预吗？会直接跟大陆硬刚吗？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这么恶劣的事情，他都没有出手，凭什么他会为台湾岛就倾尽全力去保护台湾？理由在哪里？我没看出来。更何况大家可以看到了，美国这2年要求台积电搬到美国、搬到日本，目的是什么？目的不就是为了一旦台湾跟大陆打起仗来，这个所谓的最先进的芯片不要落入到中共手里头吗？不就是做好了台湾沦陷之后不影响美国的全球供应链吗？哪有一点美国在亚太这个地方重新要围堵中国的这种迹象啊？所以啊，在我看来啊，说美国要重返亚太围堵中国，都是很多人面对美国最近一段时期啊，就是这种俄乌战争结束方案过程中大家很难接受的这种状况啊，找的一个借口安慰自己。在我看来，特朗普他的战略收缩、孤立主义，这是他最核心的战略思想。他既不想管乌克兰了，也不想管欧洲了，也不想管亚洲了，更不想管台湾了。他就是一个做生意的人，就算中国哪一天打了台湾，我相信他可能也会跟习近平去做交易。对于很多小国来说，这可能是一个令人悲哀的现实。整个国际社会要回到2战之前那个弱肉强食的丛林社会。泽伦斯基的乌克兰不就是如此吗？不得不接受一个丧权辱国的可能一个和平条约。很多人都讲了，特朗普现在给这个乌克兰开的这个合约的条件，其不合理的程度超过了当年的凡尔赛合约。
但是乌克兰有太多的选择吗？可能真没有。这些大国主宰、国际社会进行分赃的现实，就是今天特朗普上台之后，国际这个形势中间的一个新局面。我觉得许多小国恐怕都要重新做好选择，做好这样一种心理准备，没有所谓的那个公道的国际秩序了。这可能是我们不愿意接受的现实，又不得不面对的一个现实。好了，我在俄乌战争3周年之际啊，今天呢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他是炮轰的时候有这个爆炸声音的时候，他的2个重孙子跟他在一起，很害怕，完了叫他赶紧给他们2个生命。I think Zelensky's the greatest salesman in history. Every time he comes into the country, he walks away with $60 billion. Billion! If Donald Trump doesn't know whom he will support, Ukraine or Russia, I think that he will have challenges with his society. A very good relationship with President Xi. I think a great relationship with President Xi. But remember, he loves China, and I love the USA, so you know. This order is easy to disrupt, it's easy to destroy, but it's much harder to rebuild. So let us stick to these values, let us not reinvent them, but focus on strengthening their consistent application. Let me conclude, and this becomes difficult.